你好，我是阿力。我们上一期节目分析了接下来的一周的走势啊，那么现在来看，回过头来看，基本上都说对了啊。我当时是说这个周末见底，周一冲锋啊，恭喜周末加仓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主要来聊一下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就是比特币是否还有后面的4年的周期，年底还能不能再创新高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个2000万个史币啊，我卖出来了，换成了 NU。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这么操作。那么第3呢，就是狗狗币目前的走势还能否继续持有啊？还有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分析狗狗币大数据的网站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狗狗币的大数据的分析啊，然后就知道为什么狗狗币总是跟跌不跟涨啊。如果狗狗币启动之后，目标的价格呢在什么点位？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投资，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新世界的浪潮。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比特币啊，大家都看到了，比特币自从今年519以来，不断的刷新大家的三观啊，尤其是老韭菜的三观。那么老韭菜在这一轮呢，其实是非常惨的啊，因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比特币每4年一次的减半的这个牛市行情啊，似乎在今年呢并不显灵了。所以根据数据显示啊，虽然还是在牛市的行情中，但是目前呢有80%以上的人是亏钱的。还有就是著名的 Plan B 的模型呢，在11月份也是失灵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今年这个机构进场了，反映到社会上呢，就是比特币 ETF 基金的批准，美国批准了比特币期货基金，最近加拿大呢又批准了比特币现货的基金，据说新加坡的现货比特币基金啊，很快也要推出来了。目前还有这个灰度的信托基金，那么这些呢基金呢都是老牌的华尔街资金进场的一些渠道。那么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为什么机构不从交易所直接去买卖比特币呢？答案呢就是因为合规的问题啊，机构的资金并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大家都是上市的公司或者是受到证监会监管的公司，不会被允许随便的去操作、去买卖、去找一个交易所合作的啊，这是不合规的。那么问题来了，大机构大资金进场的后果是什么呢？老牌华尔街资金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大家看下面这张图片啊，这是最近10年以来美股纳斯达克的走势啊。接下来这一张呢是近10年来道琼斯指数的走势。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美股的10年慢牛行情啊，大概的走势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人在10年前买入了一个成长性还不错的股票，拿住10年呢不放手，应该呢是收益不错的。道琼斯10年是翻了4倍。纳斯达克呢翻了快10倍，华尔街的手法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你要是把这个图片呢再仔细看一下这个走势，你会发现并不是一口气涨上来的，而是呢涨一下跌几天，再涨一下再跌几天，这种节奏让没有信心的人呢很快就被甩下车，然后呢离场，或者是在高点呢再接回来。与此同时呢，他们这么做也是与做空的势力和做这个股指期货的力量啊斗智斗勇。如果说大资金呢是这种手法，放在币圈呢也是不是同样的适用呢？我认为呢是非常的适用的，而且呢收益还会更多，因为币圈的这种金融衍生品呢也是百花齐放，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呢都是华尔街他们之前玩剩下了的所以呢他们会沿用之前的手段，带着币圈呢进入一个慢牛的行情。当然了，这个说法呢也是一个猜测啊。根据微博大 V 江卓尔的文章呢，他说还要看2022年1月23日之前的会不会创造一个新高如果说不能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慢牛的行情而且呢不会出现之前周期里的这种深熊，也就是说跌是70%以上的这种深跌。理由呢就是全球的印钞机在不断的放水，而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要坚持持币，不要再做短线的操作了但是呢，我认为能坚持长线的人太少了任何一次的拉升或者是暴跌都会甩下去一大波人，这就是人性。而反人性操作的人一定会财富自由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节目的第2部分我前2天在各个平台都发帖子说明了我手里的这个2000万个史币已经出手了实在是拿不住了并不是呢害怕会被亏光而是呢上一期节目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了 NU 这个代币，那么 NU 让我看到了更好的一个赛道，而史币呢实在是无法说服我自己继续持有理由呢就是这个史币呢
他最近竟然参与了这个元宇宙的项目了啊！如果说史币继续去做去中心化的交易啊，做一个 Shape Swap 的话，我觉得还挺有前景的。脚踏实地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去参与目前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元宇宙，说明史币的团队呢，从始至终呢，并没有认真的在做事情啊。就是这么一个团队。相对比 NEO 呢，我更加喜欢 NEO 的团队。那么所以综合考量，我决定不再继续持有史币了，哪怕史币有一天上了$1啊，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啊。那么就这样子吧，以后我也不会再聊这个币了。以后咱们频道出现的币呢，要么就是狗狗币，要么就是比特币，或者是 Link、NU 这种有价值的代币。好，那么我们今天进入节目的第3部分啊，就是关注我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狗狗币为什么一直是这个样子啊，跟跌不跟涨，看起来就像死狗一条了。那么 Elon Musk 的喊单以后呢，可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能看到狗狗币大数据的一个网站啊。那么我们一切从数据入手，看看这个狗狗币目前的大数据的情况。首先来看这张图片啊，这是狗狗币目前的仓位的示意图。大家看这个右边啊，这里显示持仓价格从0.27到0.35的这个地址呢是49.7万个。一共持有狗狗币呢是470.8亿个，平均的价格呢是$0.30。那么这就是说明啊，最大的阻力位呢应该是在0.35附近，也就是很多次冲到0.35就跌下来的原因，因为这里的阻力位非常的重。那么反复了好多次啊，目前大资金并不想一次性的直接就把上方的套牢盘给解放出来，而是呢在底部不断的吸收筹码。我们看下面这张图片啊，这是最近3个月的狗狗币买入超过$10万的这个跟踪的曲线，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持续流入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如果刚才这个图片不明显的话，我们继续看下面这张图片。那么红色呢代表资金流出，绿色代表资金流入。另外呢，前几天根据这个 Whale Status 他们提供的数据啊，狗狗币是排名前1000的 BSC 钱包使用最多的智能合约之一。狗狗币在链上互动最活跃的智能合约中排名第7位。智能合约的使用通常意味着购买活动的增加。那么以上的种种都说明大鲸鱼在入场。那么最后这张图片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这是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的持有者身份的变化的柱状图。那么底下的蓝色部分代表长期持有者，中间的红色呢是代表游资，最上面的橙色呢是短线的资金。我们看到游资的占比呢是越来越大。我们之前讲比特币的时候经常提到短线持有者的增加意味着距离冲击高位就不远了。那么狗狗币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呢这个冲锋上面所面临的压力，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的大。但是呢一旦站上了0.35，意味着下一个目标呢就是0.75，然后呢就是1.08。大家看，这是美国的一个博主画的图我们仅做参考大家可以看看他把这个狗狗币从0.22到1.086这400%是看作下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仅做参考，不必把 K 线当真总结一下狗狗币目前最好的操作思路呢就是等，耐心的等就一个字等。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